3、4个月前是降价，1、2个月之前是涨价。涨价的时候，你说你不让我提车，这个月它可又降价了，这回是不是可以让我提车了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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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岩，欢迎来到科学表扬节目啊！看见我的就意味着你又成功的变大了1周岁。过去一周，科技圈发生了很多好人好事，和主播一起来表扬表扬。我们好好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事儿。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，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窗帘上啊；如果觉得主播瞎编，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到弹幕上。咱们抓紧开始。照例啊，还是先表扬老朋友啊，苹果。本代 iPhone 16啊，这个上市呢也1周多的时间了啊。来啊，大家给这一代 iPhone 给你自己的印象，满分100分，你先打一个印象分吧。你觉得今年的 iPhone 它最终销量会如何呢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以往的 iPhone 卖的好不好啊，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它多长时间交货啊。很多时候啊，你第一批买完之后就买不着，一看那个交货时间推到1个多月之后了，特别是新增的配色啊，比如说这个。金色啊，沙漠金色，一下子就干到11月啊！但是今年这个情况和往年稍微有点不同，等的时间好像没那么长。这个不是咱说的啊，这是来自于大摩啊，知名的海外金融机构啊，摩根士丹利说啊，今年的 iPhone 16啊，如果是从发货时间来看，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代啊，因为它的交货时间啊特别的短啊，确实如此啊。你往年看那个黄牛都赚得盆满钵满，今年黄牛都耷拉了，是吧？黄牛都蔫了。啊，现在你去各大苹果直营店门口啊，黄牛他都不收你这个冷门的颜色了，热门的颜色啊，他还跟你唠一唠，是吧？大概就这情况啊，而且还只能是当天那个价格。本来啊，以前都是加价1000、2000，今年加价100、200，最后聊来聊去呢，可能加50就给你了。就说白了，你说你，哎呀，你说你找人帮你排个队啊，站一会儿，你说这给个辛苦费也可以。现在你说他就让我加50块钱，我都不好意思在他那买了。来吧，问大家一下，你觉得为什么今年的 iPhone 它不像往年那么紧俏了呢？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。有同学表示啊，那是因为苹果生产的多了啊。你的意思就是之前苹果它是故意生产的少呗？这是你说的啊，我可没说啊。好，那之前咱们分析啊，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原因啊。我之前聊的原因呢是说，苹果的话恐怕啊是目前还没有完全准备好，比如说它的 AI 目前在国内尚不能使用。简单说，最大的卖点呢，它并不是目前苹果的一个完全版，恐怕要等到明年年中甚至更晚的时间，支持中文版的 AI 才会上线。那你现在买完之后，等于说它这个功能你是用不了的啊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传言表示呢，说之前苹果有很多的负面消息，比如说在 iPhone 16上市前1个月的时间，铺天盖地的传言表示微信上不了 iPhone 16，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是不是？各种各样的传言啊，包括最近啊这个钢壳电池，那这些消息可能会在不同的市场层面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决策。会不会影响啊？我也不太清楚啊。但是确实盘点最近这1个多月关于 iPhone 的坏消息，好像真的就是一个接着一个。大家觉得这些消息是哪儿放出来的？其中有不少消息都被后来印证为这纯属造谣了。好啊，这个算了啊。我觉得呢，有一些消息啊，还是会对销量有一些影响的。这是啥意思？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啊，不光是 iPhone 啊，其他产品也是，就是当这款产品在上市的时候，市场上通常会有一些传言，这个传言是关于这款产品的下一代。这个传言通常都会说，它的下一代产品相比较于这一代啊，会有很多的提升。言外之意就是你别买这一代。而且这个各种各样的传言，这个来头啊就很复杂，不一定是一些知名的分析师，有些经常是一些没有来由的传言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有理由怀疑啊，就这些传言它可能是来自于是谁，我不能说，是吧？我是这么瞎猜的啊。好，不开玩笑啊，我们继续。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传言会影响到本代 iPhone 16的销量呢？没错，就是下面这个传言。关于 iPhone 17明年这一代，有不少的传言表示啊，将会支持 ProMotion 可变刷新率。来看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，多家媒体报道呢，一些分析师给出消息说，明年推出的 iPhone 17啊，将会引入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啊，就是可变刷新率，也就是 ProMotion。目前来说的话呢，只有 iPhone 16的 Pro 以及 Pro Max 才支持可变刷新率，而普通版本的 iPhone 标准版它是不支持的。来问大家一下，你觉得这个传言是真的吗？你觉得明年的 iPhone 17会破天荒的上 ProMotion 可变刷新率吗？觉得会打个1，觉得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打一个2。
看一看同学们弹幕啊，各位直播间的库克，你们是怎么判断的？有人说是不是瞎编啊？不是主播瞎编，全都是正规媒体的报道。坦白讲，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可能真的会动摇我购买本代 iPhone 16的信心。因为呢，标准版的 iPhone 16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啊，很轻也很小，唯一的缺点恐怕就是前面的这个屏幕了。如果它真的能变成像 Pro 那样的可变刷新率，我真的会等一代。而且不光是可变刷新率啊，屏幕常亮现在也是没有的，而 Pro 版本呢，它是有屏幕常亮，这能一样吗？大家怎么看待这项技术啊？我看很多同学弹幕都表示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啊，这一定是造谣啊，一定是想影响 iPhone 16的销量。因为啊，如果说给 iPhone 17也上了可变刷新率，那么 iPhone 17 Pro 版本肯定就卖不动了。你说的很对啊，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传言呢也不能排除它是真的。有同学表示，主播啥意思啊？你也想来害我们 iPhone 16的销量吗？并不是这样的啊，我觉得 iPhone 17是有可能上 Promotion 刷新率的啊，但是它仍旧能保持60赫兹。有同学表示，主播是不是疯了？什么叫可变刷新率还60赫兹？咱们知道啊 ，iPhone Pro Max 这些系列的可变刷新率，它实际上是从1到120赫兹。那么我们 iPhone 17的 Promotion 可变刷新率，它完全可以是从1到60赫兹。觉得主播说对，可以打破60，是吧？祖宗之法不可变，我们60赫兹刷新率啊，这不能变的这个。库克表示，上哪儿找这样的主播去啊？赶紧的，还是得来上班，是不是？有效的解决了不能可变刷新率的问题，同时也不会和 Pro 版本产生竞争。你不就为了省电吗？我可以支持从1赫兹到60赫兹的变，也可以支持全天显示，而且我还不支持120赫兹的高刷新率，上边也不影响，下边我还省电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确实有点太不要脸了。我说我自己啊，我自己不要脸啊，我没说苹果啊，你们可别瞎编是吧？来，同学们，咱们严肃点吧。你觉得到底哪一年咱们苹果的标准版的 iPhone 它能上高刷新率呢？啊，大家来一个真实的判断，可以打弹幕上。你觉得哪一年、几年？看一看同学们的判断。有弹幕表示，主播国庆之后再去上班。你说的对啊，因为国庆期间呢，去阿美利卡那边的机票特别贵，为了省点钱，咱们国庆之后再去。很多同学都表示啊，2077那么快吗？啊，那么乐观吗？微软又来整活了啊！先问大家一下啊，平常你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啊？用 Windows 打个1，用苹果的打一杠啊，用其他系统打一个3，1、2、3，看一看同学们的桌面端的系统。如果你用的是 Windows 的，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更关键了，你用的是哪一个版本？用 Windows 11你就打一个11，用 Windows 10就打一个10啊，用 Win7打一个7，用 XP 啊打一个 XP， 看一看大家的一个占有率的情况。最近一年啊，微软是疯狂力推自家的 Windows 11。好不好用再说啊，反正这个力度是挺大的，但是它马上就要变了，啥意思？我们知道目前的 Windows 11呢，采用的是居中布置的开始菜单啊，你点一下之后，中间弹起来。虽然你可以通过修改改成左边，但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布局。对于这个居中的开始菜单啊，还有居左的开始菜单啊，问大家一下，喜欢居中的打一个1。喜欢传统的居左的开始菜单的打一个2，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。目前来说呢，开始菜单啊基本上是2个部分组成的，一个部分呢是下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程序的详细列表，还有一个部分呢是一大堆的图标的列表，包括你左边这种啊，这是传统的一行一行详细的标识文字图标的列表，另外一边呢是图标的列表，对吧？这都是 Windows 的经典开始菜单。但是你做好准备，这个开始菜单啊要离我们而去了。啥意思？微软又要整什么活了呢？答案是微软要砍掉传统的菜单，改成这个样式。最新的设计图纸也已经出来了啊，下一代的可能是Windows 12的开始菜单啊，将会变成这种分栏分组的开始菜单。有同学说这是啥意思啊？这个怎么没太看明白？还是那个开始菜单，但是每一个图标呢是由4个软件组成的，一个图标一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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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每一组呢是分好内容啊，比如说你是游戏的，比如说你是办公程序的，比如说你是影音娱乐的啊，等于是分组形式。看到这个大家想到了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想到了苹果 iPhone 的资源库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一模一样啊？这边啊，连实际的渲染图都已经出来了啊，看到了吗？4个一组。苹果表示啊，微软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来吧，同学们，
新的 Windows 菜单啊，很有可能就是 Windows 12的菜单啊，满分100分，大家打一个分数。还有同学表示，主播啊，不要说苹果，这明明是我们 Windows 是吧？当年的 Windows Phone 啊，那是10年前了是吧？行，那这波也可以叫复古，微软又做回了自己。既然这个事儿大家不是很在乎，那下一个事儿呢？这个图标有没有人认识？没错啊，这是 Windows 上面知名的软件，内置软件啊，控制面板。使用 Windows 的用户啊，经常使用控制面板打个1啊，从来不用打一盖。看一看同学们弹幕，控制面板我还是常用的啊，但是既然你经常使用控制面板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微软确认啊，将在 Windows 当中彻底删除控制面板。从当年发布到今天，这控制面板已经经过了39年的时间。微软官方表示啊，控制面板呢正在被逐步弃用，取而代之的是使用设置程序啊来代替控制面板。怎么样？支持的同学打个1啊，反对啊不要删除啊打一个2。看一看同学们弹幕，微软表示这么好的功能，那就删了吧。可能同学不太记得控制面板啊，它简单说呢，就是可以非常详细的去设置你的 Windows 里面的大量的功能，包括卸载程序啊之类的都可以删掉啊，大概就这样子。早期如果我看之前的 Windows XP 啦、Windows 2000啦，当时控制面板是这样子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死去的记忆又唤醒起来啊？召唤你当年的控制面板 Control 啊 Panel 当年控制面板的样子，包括 Windows XP 当中的控制面板，大家是不是支持啊？支持打个1啊，反对啊，微软你收回成命吧，打一个2。看一看大家伙的弹幕。反正别的不说啊，之前我们要删除一个程序，肯定是得在这里边来删除卸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微软发这个消息之后呢，在海外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啊，海外用户都疯了，说这微软要干啥到底？纷纷向微软表示啊，请收回成命。那么微软呢也经过了详细的测试之后，他发了决定才想起来测试。测试完之后发现很多程序不兼容，就是那个设置程序啊，很多程序是代替不了控制面板啊。所以呢，2天之前啊，微软又紧急撤回了这个决定，表示Windows 控制面板啊将继续保留。为啥保留呢？因为当我们删掉控制面板之后，发现由于兼容性存在问题，有一些已经更新那个版本的用户啊，发现没有了控制面板之后，有一些老的软件连卸载啊，或者是加工啊，或者是调整啊，全都调不了了。这种情况下，那只能投诉微软啊。所以无奈啊，微软表示，那我们又给它收回来了啊，最新版本又启用控制面板了。好家伙啊！我估计各大电脑网站的标题都想好了。这个办法教您找回控制面板。还有同学表示啊，说这控制面板就那么回事呗，我最开始用就是用 Windows 11，我已经习惯了设置程序，我不用你控制面板，你这有啥好处啊？对吧？都是以前的遗留的老软件。其实控制面板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可以多开，你在控制面板里边可以打开多个程序同时去使用。但是如果你用设置啊，那就只有一个窗口。是吧？咱们直播间也不总是开玩笑啊，也会说点正事儿。继续来看同学们弹幕啊，同学表示这个微软想砍，大家又不让砍啊。主播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助微软？主播这不就来活了吗？现在 Windows 啊，微软想让控制面板彻底消失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？就是微软啊想要扶正那个设置那个软件，他想让设置，他不想要控制面板，所以呢，我给微软出个招，非常的简单。你只需要把原来的大家很爱使用的控制面板，把它改个名，改成设置，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解决了大家的痛点，同时呢，也满足了你想改名的愿望。觉得主播说对，可以打6。真的，这个有些时候吧，这个大公司啊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 KPI， 各种各样的目标，一天不改它难受。微软砍刀部吧，就是用户觉得哪个程序好用，他就把那个项目给砍了。现在又出了个改名部啊，用户习惯了哪个程序的命名，他就非把这个名给你改的。本周最重磅消息啊，那就是淘宝它支持微信支付了。你敢信？今天的淘宝已经宣布正式在自家的多个 APP 里边开启微信支付啊。现在呢，你就可以在买东西的时候啊，直接使用微信去付款了啊。来问大家一下啊，平常你常用的支付手段是什么呢啊？如果是微信打个1啊，支付宝打一个2啊，其他的支付方式打一个3，1、2、3，看一下大家伙的情况。这目前是官方消息啊，并不是一些传言或者是内测，而是已经上线了。你可以去更新一下最新的淘宝软件，付款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微信支付。它的支付方式呢，就在银行卡、支付宝代付最后一项。
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啊！过去这一年的话呢，自己各个平台有自己的支付手段啊，每一个巨头都有自己的支付手段，关键他们之间还不互通啊，非常的不方便。那现在呢，互通之后方便了很多，特别是对于我来说啊，我可太盼望这功能了。为啥？这是微信界面啊，用微信界面要提现的时候，它可是收服务费的。大家知道啊，微信提现是收服务费的啊，知道的同学打个1啊，不知道打一个2啊，以为是免费的啊，打一个2。看一下同学弹幕，有同学表示你这故意黑我们，这不是本次提现免费吗？是啊，它是累积1000元免费啊，超过1000元它就开始收费了，这不在这儿了吗？提现到银行卡免费额度是1000元，我这里边一共就1块3毛4，如果我用完了刚才1000的提现额度，再提1块3毛4，它就要收。还有同学表示不知道微信提现手续费是多少钱啊？提现手续费是0.1%啊，也就是说你如果提现1000块钱啊，就收你1块钱的手续费。有同学表示，那这和你刚才聊的淘宝有啥关系啊？不是我都说到这么明确了，还非得我把这事儿点明了吗？以后咱就直接在淘宝买东西，用微信支付，不就省去提现的手续费了吗？华为纯血鸿蒙终于上线了。从华为官方给出的消息，鸿蒙 Next 10月8号开启公测。这个公测的意思啊，就是普通的用户，只要你使用的是华为最新版本的在内测资格的这些手机，都可以直接申请下载，没有门槛了。之前像我们这些媒体也好，开发者也好啊，是要做这个内测申请啊，才能够通过答题的方式去获得资格，还是比较麻烦的。10月8号呢，所有的人只要你有最新版的华为手机，都可以申请公测。来问大家一下，如果你正在使用华为最新版的 Mate 60也好 P2070 也好啊，你会选择第一时间升级吗？会同学打个1啊，不会打一个2。目前第一个版本呢是包括 Mate 60、MatePad Pro 13.2以及 Mate X5啊这3个系列。ZOK 同学说，我是小米手机，可以申请公测吗？你是小米手机，可以去隔壁澎湃的论坛去申请公测。我们这是鸿蒙啊，你是懂流量的是吧？哎呀，实话实说，我自己当然是非常期待的啊。不过它这个日期啊是10月8号，距离现在正好是一个11的长假。我是特别迫切的想赶紧把我的手机升级成为最新版的纯血鸿蒙，但是呢，我又想让这个11的假期最好长一点。哎呀，我是又盼着假期快点过，赶紧升级啊！但是我又想让假期过得长一点啊，我多休息2天，好矛盾呢。又想让假期慢一点，又想让假期快一点。我估计不少华为的用户可能都和我现在心情差不多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呢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事儿啊，那就是10月8号鸿蒙系统正式推送那一天，你猜会不会有那个软件的到来呢？觉得会有绿泡泡，在10月8号打个1啊；觉得那天不会有绿泡泡，打一个2。看一下大家的判断。先说主播我的观点啊，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传言说微信不会上 iPhone 16一样啊，我认为当时就说啊，绝对的100%的是假。而今天咱们在聊这个事儿呢，和那期内容结论都差不多啊。我认为微信100%会上鸿蒙纯血 Next 系统，但是这个时间不确定。既然不确定呢，那我们不妨就问一问绿泡泡官方。我们之前问啊，微信什么时候适配鸿蒙啊？那么他说，微信呢正在与华为进行开发适配和技术沟通，不同的产品适配进度不一样，请你耐心的等候。接着我今天又继续问，就像刚才咱问的嘛，你好，鸿蒙系统的微信什么时候发布？变了啊，话语变了。他说 Harmony OS Next 版的微信适配工作进展顺利啊，注意看啊，进展顺利，正在开发中，请耐心等候。和之前说的可是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大家怎么判断的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，有同学表示，主播你问的这是哪儿的客服啊？啊，就我的印象里面，这个绿泡泡官方他就没有真人客服啊，你是哪儿找的客服啊？我就在绿泡泡里搜啊，腾讯客服就有这么个公众号，你点进去之后就跟他说话，他就说这些。我觉得你说的可能也是对啊，就这个真人客服确实找到比较困难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它目前来说是关注度非常高。我估计绿泡泡官方也不太可能就交给 AI 让他随便回答，估计这个答案应该也是经过了官方审核才放出来。我这么猜啊，我这么猜，要不然你说这万一纯粹交给 AI 客服去回答，万一这 AI 说点啥不该说的话，就比如说告诉了你的准确时间了，或者是告诉你不会发布了，那不闹翻天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和真人审核过的答案相关的。那么既然咱们说到 AI， 不妨咱就现场啊直播，咱们这是啊，直接问一问各大 AI， 问一问他们是怎么看待鸿蒙系统上的微信什么时候会上线。
好，我们第一个先问一下 Siri 吧。嘿 Siri， 请问鸿蒙纯血系统上面的微信什么时候会上线？很抱歉，我无法执行这项操作。不是你这够干脆的啊，还是苹果直接，他根本就不说。来，我们问一下华为啊，问一下小易是吧？小易，请问鸿蒙操作系统上面的微信什么时候能适配？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到你啊。他没回答，他在网上面找了一大堆的这个东西。他这都是从网页上面拢出来的信息他最后有个答案，他说综上所述，鸿蒙上的微信预计在2024年第4季度推出，你可以关注腾讯和华为的官方公告啊。这是小易给出的答案。来吧，就再问问小米吧。小野同学，请告诉我鸿蒙操作系统上的微信什么时候适配？我不太清楚鸿蒙操作系统上的微信具体什么时候适配呢？微信的适配情况通常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比如微信团队的开发计划、太能说了，鸿蒙系统的技术对接和调试进度等。一般来说，软件的适配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来确保。行吧，大概就是这情况，是不是？咱问问欧佳啊，请问鸿蒙系统上的微信什么时候适配？微信已经开始适配鸿蒙系统，预计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春节前发布鸿蒙版本的微信。你这往后但具体的适配推的更多，还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，建议关注微信和鸿蒙系统的官方消息。行吧，现在这个 AI 也学聪明了，基本不给你一个准点。来啊，最后问大家一下，你觉得绿泡泡会什么时候登陆纯血鸿蒙？大家可以打出它的日期。来聊买车啊，问大家一下，你买车的话是会全款还是会分期？全款打1，分期打2，看一下大家伙的选择。目前来说呢，各大车企啊都有这种所谓金融服务，你买车那个界面它就会提示你是否需要分期。但是呢，分期和分期那可不一样，注意啊。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免息分期，那才是真便宜。如果是有利息的分期，那就跟你贷款是一样的。包括你买数码产品也都是这样的啊，一定要买24期免息分期，这样才相当于是这个产品打了一个折扣，而且这个折扣还不少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目前在国内仍旧销量领先的特斯拉，它出了什么招？特斯拉呢，在之前啊，其实年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5年免息分期的策略啊，注意啊，5年免息分期，利息不花1分钱，平均下来的话，基本上一天85元。而且我们知道啊，利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你时间拖得越长，等于说你越划算。一般来说，免息可能是1年或者是2年，特斯拉直接给你来到5年，所以呢，这个活动非常的受欢迎。之前咱们看最近几个月，各大车企卷得厉害啊，10几万、20几万，有竞争力的车型非常多，但是特斯拉不慌。根据各大媒体报道啊，特斯拉的免息购车活动延期到了10月31号。刚才咱们说年中就开始了，一直这延期到10月31号。我估计下个月没准还继续往后延。5年的免息分期啊，相当于打折，这可不便宜啊！我大概算了一下，也得打折个1、2万、2、3万的价格。因为你想象一下啊，你现在比如说工资是5000块钱，回忆一下啊，或者我们幻想一下，5年之后这5000块钱可能对于你来说就不是那么值钱了。5年之前呢，想象一下自己对于5000块钱的购买力又是多少呢？所以呢，5年的免息分期啊，还是有一定的优惠力度的。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，如何判断？有同学说这个5年免息确实很爽，确实，之前咱们说购买 iPhone 的时候，咱们也给大家建议是吧，你可以免息分期购买，但是一定要选择24期的免息分期，因为它免息的越长越划算。而且特斯拉这个每天85块钱这么一算，还有点意思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天85块钱。可以拿这车跑滴滴呀，对不对？你看你现在如果跑滴滴啊，这1个月的份子钱多少钱？那你份子钱刨掉啊，剩下这挣的钱一天85，好像还挺划算的。买辆特斯拉跑滴滴，这个虽然也是毛坯房啊，但是对比较其他的那10来万那些网约车，这个体验不好多了吧？汽车营销手段啊，那不得不来看一看宝马。之前咱们报道了啊，那么宝马呢开始打价格战啊，但是呢随后觉得不能打价格战了啊，销量有点扛不住啊，所以之前宝马涨价啊，就在上个月。这个月新消息又来了，由于呢销量不见起色啊，损失惨重，所以呢涨了价的宝马啊，涨了1个多月的宝马决定重新开打价格战。简单说就是又开始降价了。降多少呢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，降最多的是它的纯电旗舰宝马 i7， 降了55.5万，原价100多万啊，降了55.5万，降了38%。
什么叫价格战啊？还是价格战比较香啊？看一下同学弹幕啊，你觉得宝马降价啊，对于销量来说，这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？上个月咱们跟大家聊宝马涨价的时候啊，很多同学都表示啊，反正销量就这些，涨价的话还能保住品牌的调性、品牌的价值，支持涨价啊，确实啊，但是呢，涨价这段时间这个销量可真的是不乐观。所以呢，看起来宝马最终没有选择品牌的调性，而是选择了要保销量啊。确实，这也快到年末了嘛。当时呢，还有很多同学说，这个销量虽然不行了啊，但是价格上去之后啊，有钱人买它更有面子了。那我现在就想问了，过去那段时间涨价的时候啊，下订单买车的用户，这段时间它价格又降下来了，不知道你会怎么选择呀？而且这个事儿由于是波浪形的啊，一波三折的，在之前啊可是低价。前2个月呢是涨价，现在呢又是低价。前2个月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大家还记不记得？在前3、4个月最低价宝马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订车了；而在前2个月涨价的时候，很多人要提车的时候，注意看，多地宝马 4S 店表示，我们现在官方的价格已经涨了，当时您低价时候那个订单就不能算了啊，不加价的话我们就不能卖。宝马官方涨价啊 ，4S 店拒绝交车。媒体评价3败俱伤，咋说呢？3、4个月前是降价，1、2个月之前是涨价。涨价的时候，你说你不让我提车，这个月他可又降价了，这回是不是可以让我提车了？还有同学表示，这高低再买一辆，平一平仓啊，是吧 ？OK， 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好人好事啊，不知道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？可以打出他的编号。这周直播命运多舛呐，中间被封了好几次，以后咱们说话真得注意了。如果还想看到主播下周还能冒出来跟你直播的话，赶紧点一波关注，要不然就真看不着我了。这可真不是开玩笑。我是大爷，这里是科学表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